沙鲁是格鲁博士制造的终极人造人，拥有众多高手的细胞，吸收了17号与18号变成了完成体。经过悟空和悟饭的不懈战斗，终于将它消灭，地球再次迎来了和平时光。但人类永远是这样，不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。一群强盗正在抢劫银行，而长大后的悟饭遗传了老爸的优良基因，长得帅气又单纯善良，却被母亲逼得每天都要去上学。而这一幕正好被他看到，是可忍，赛亚人不可忍，丢下书包，瞬间提起变身超级赛亚人，三拳两脚朝歹徒一顿暴击。这群渣渣在他手里根本不是个事儿。悟饭挥一挥手掌，一辆车连续翻滚，这将吃瓜群众看呆了，尤其警察，自己半天都没制服的歹徒突然全部倒在了地上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恰巧比迪利也在旁边看到，悟饭为了躲避嫌疑赶紧溜了。一位秃头男目睹了全过程，他告诉比迪利是一位金色战士出手制服的歹徒，这让比迪利非常好奇。来到学校与同学一直讨论这件事情，悟饭作为插班生来到了比迪利的学校。根据金色战士的外貌特征，比迪利对悟饭十分怀疑。老师宣布今天体育课继续进行棒球比赛，悟饭作为新生加入到了比迪利的小组，但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棒球。琪琪和波尔玛都告诫悟饭在学校不能显露力量，不然会引起巨大骚动。第一棒是比迪利投球，刚投出去，对方瞬间打了回来，看样子明显已经输了。没想到悟饭飞到空中接住了棒球，这让众人非常震惊。悟饭轻轻将球投了出去，这么强的力度瞬间将接球之人击倒在地，他哪里知道自己的力量对普通人有多可怕。下面换做悟饭击球，金毛男为了教训一下悟饭，使出吃奶的力气投球。悟饭为了摆脱别人对自己力量的怀疑，他故意不躲开，正中他的头部，但他不知道这样的击打对普通人来说早已造成了重伤。完全不知情的他还在为自己的小聪明得意呢，这更加深了比迪利对他的怀疑。放学回家，比迪利在后面悄悄跟踪，悟饭察觉到，瞬间飞到了楼顶，留下一脸懵逼的比迪利。为了隐藏实力不被别人识破，悟饭打算让博尔玛替他出个主意。这点小事怎么能难倒博尔玛呢？他叼着烟告诉悟饭可以制作一件变身套装，这样别人就无法认出自己。知道博尔玛有办法，他非常开心，然后去找特南克斯。贝吉塔从练功房里走出来，告诉悟饭在和平时期要注意修炼。博尔玛不愧是个天才，仅仅2个小时就将套装制作完成。悟饭迫不及待地按下开关，瞬间身上出现一套衣服，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简直帅呆了，酷毙了。悟饭心满意足地坐着筋斗云走了，在路上迫不及待地开始变身，和筋斗云比起了速度。路过撒旦市时，看到一辆车嚣张跋扈逆行行驶，他怎么能容忍坏人这样做？飞下来警告他们要按规矩行驶，但是看到他的装束，将坏人笑得前仰后合，嘲笑他的装束太土了。但是悟饭的力量却让他们惊恐万分，一溜烟开着车跑了。从此以后，悟饭就开始身穿赛亚超人服装上下学。筋斗云留给了悟空第2个孩子孙悟天。接下来我带着大家一起回顾一下这部经过修复后的《龙珠改之魔人布欧篇》，喜欢就点个关注哦。悟饭真的太笨了，这么容易就将自己的身份暴露了。他和悟空不愧是一对欢乐父子。自从博尔玛给悟饭制作了装备，他每天就像蜘蛛侠一样，成为了这个城市的无名英雄。听到有2个同学在讨论金色战士，不过将他的名字却叫成了泰亚超人。悟饭突然抬下头，大声告诉他们错了，是赛亚超人，完全忘了他还在上课。老师警告他要好好听课，悟饭瞬间缩了回去。比迪利突然接到电话，给老师打了一声招呼就急忙跑了。悟饭有些好奇，比迪利怎么了？她的闺蜜告诉悟饭，比迪利的兴趣是做正义使者，连警察都找他帮忙。金毛男说他的实力可以和撒旦匹敌，但是悟饭听到想到的画面却是这样的，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惨了。他冒充上厕所逃离了教室，走到无人的楼顶变换了装束，犹如超人一般开始拯救世界。一群歹徒挟持了巴士汽车，虽然警察将车团团围住，但依然不能阻挡他们。队长看到比迪里的飞机来了，全部举手欢迎。比迪里从飞机上跳下来，没想到他的身手不错，歹徒用机枪扫射也没有击中他，3下5除2将他们制服了。正在高兴的时候，车子突然掉下了悬崖，车上的人惊恐万分，本以为会没命的，没想到被一位蒙面英雄拯救了。悟饭在大家面前秀了一把超土的 pose， 临走之前竟然说了一声再见比迪里小姐，这让比迪里产生了大大的疑问，他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？这天悟饭和悟天正在山顶寻找小恐龙，但是找来找去也没有找到。回到家中，看到电视上小恐龙正在驯兽师的威慑下表演节目，悟饭计划前往杂技团拯救小恐龙，但没想到悟饭前脚刚把他带走，后脚就被杂技团的人发现了，他们开车追赶，但在奔跑途中突然被比迪里挡住了去路。义正言辞的他怒吼悟饭是盗贼，竟然偷杂技团的动物，周围被吃瓜群众围得水泄不通。比迪里二话不说，开始朝悟饭进攻，陈二人接连在一起，杂技团老板再次制服了小恐龙。悟饭看到却无法抽身阻止，小恐龙因为恐惧仰天长啸，这阵阵凄惨的叫声将他的父母吸引了过来。悟饭让比迪里去拯救小恐龙，自己前去安抚2只大恐龙，没想到他们完全不理会悟饭的话，只想要自己的孩子，朝着比迪里直冲过去。悟饭急忙将他救走，大声说道：“你们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悟饭。”刚说完就感觉不对，比迪里正在他面前，
这下他终于知道赛亚超人是谁了，使劲晃动悟饭让他承认。悟饭不理会，赶紧将3只恐龙送走了。第二天上学，比迪里就在柜子旁等着悟饭，向他打了声招呼，并对他昨天的拯救表示感谢。悟饭却说没什么啦，你没事就好。这下彻底坐实了悟饭就是赛亚超人。悟饭拜托比迪里帮他保守秘密，但是他却要求悟饭参加天下第一武道大会，和他进行比试。接着悟饭去了波尔玛家里，让他帮忙改变了造型。听说悟饭要去参加比武大会，贝吉塔也要去，他想和悟饭进行一场较量。突然天空传来悟空的声音，他拜托占卜婆婆让他复活一天，也要去参加比武大会。这下热闹了。结束通话后，悟饭急忙去通知其他人，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？你知道比迪里第一次见婆婆的场景吗？哪想到第一次见面两人就对骂，悟饭看着一脸傻笑。他们不知道在不久的将来将成为和睦相处的婆媳。自从知道悟空要从天堂回来去参加武道大赛，悟饭开始通知全部人员，让他们也一起参加。回到家中，他将悟空要回来的消息告诉了琪琪。已经守了7年活寡的他内心狂喜，尤其知道赢了还有1000万奖金，就连悟饭的学业都不在乎了，让他和悟空一起拿下第1和第2，这也正合悟饭的心意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悟饭就开始了修炼。一开始他很相信自己的实力，将线画得很靠前，没想到悟天一个石子投出去，差点将山打穿，这他哪还敢继续啊？赶紧跑过去将线画得几米远，这下得心应手了。但是悟饭万万没想到，悟天也可以变身超级赛亚人，这可是他和父亲苦练很多年的结果。二人展开了一番激战，悟饭在激战中飞到了半空中，但是悟天却不会悟空术。比迪里突然开着飞机找悟饭，两人急忙跑了回去，看来和琪琪的交谈并不愉快。他一脸怒气，悟饭过来急忙打圆场。琪琪警告比迪里，不准以学习飞行术的目的勾引他的悟饭，这下彻底惹恼了比迪里。两人开始对骂，悟饭看着也是无可奈何，正式开始学习悟空术，但比迪里连气都不知道是什么。悟饭向他演示了一下，将他彻底吓呆了。二人就在这样的接触中不断增进感情。中午吃饭时，琪琪听到比迪里家非常有钱，这让他激动不已，转身就问悟饭什么时候结婚。看来没有悟空在身边，琪琪一个人持家真的很难。另一个完全不顾家，一心在界王星球修炼。南界王神突然过来，看到悟空这么原始的训练方式，有点瞧不起他，但是听到悟空身上的负重足足有2吨重，惊得他下巴差点掉了。界王神看出了他的惊讶，但是他嘴硬不承认，声称和他们的最强战士哈伯因根本不能比，打算也要去参加地球的比武大会。看到他嘚瑟的样子，界王神让悟空将配重变为10吨，但是这在南界王神眼中根本不可能。由于他们再三要求，南界王神挥动双手，悟空瞬间被坠得完全无法移动。他极力提气，变身超级赛亚人，又轻松挥动了起来。这种恐怖如斯的力量彻底让南界王吓尿了。界王神转身告诉他，武道大赛在28天以后，欢迎你们的到来。两人找了一个蹩脚的理由赶紧溜了。界王神真是老奸巨猾，而比迪里在悟饭的指导下终于可以离开地面了。悟饭不断夸他厉害，不到1天就可以浮起来了。没想到悟天已经完全掌握了悟空术，在天上就像一个小鸟一样自由飞翔。为了练好气息，比迪里明天还要来。临走时，悟饭说，比迪里同学，你的头发剪短一点比较好。他一脸娇羞，还以为悟饭喜欢短发的他，没想到是为了练武更加方便，气得他怒吼。悟饭真是个钢铁直男，但是这下麻烦了，他没时间修炼了。贝吉塔在超重力训练室修炼，看到儿子有些吃力，让他出去，没想到特南克斯瞬间变成超级赛亚人，轻轻松松在里面跑了起来。贝吉塔看到简直难以置信，他们艰难突破的状态现在简直成了清仓大甩卖。两人进行了一番激战。第二天，比迪里真的将头发剪短了，这种行为悟饭一脸懵逼，不过也很正常，对于一个钢铁直男，怎么能理解女人情窦初开的心呢？